种重型车辆，因为在走的时候啊，车大是有武警在 escort 我们的。一般上，其他的公路使用者以为我们的车很大、很霸道，不怕撞。以为我们驾重型车辆的司机都是很鲁莽，其实不是这样的。People think that cars will give way to my big vehicle, but actually they don't. 重型车辆公路上名副其实的巨无霸，车身超长，轮胎巨大，车宽挤满整个车道。只有最大载重量超过3.5公吨的车辆才有资格称为重型车辆。这种重型车辆，我认为走在路上啊，人家的眼光看着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走的时候啊，车大。尤其是有武警在 escort 我们的时候啊，每个都停着看，我觉得有点威风这样。那些超高、超宽、超长的物件，有的是机器，有的是吊车，这些都要武警来护送。出发之前最重要是要检查那个轮胎，看有没有爆胎这些，然后检查铁链有没有绑好，有没有锁紧，看那个货还会摇吗？今天晚上载的会比平时的大，因为它宽度已经是4.5米，平常我们载是2.3米到3.2米而已，然后高度比平常高。今天的路程，等一下出去会经过一条桥，要穿过那条桥下。我今天的货4.7这样，那个桥我看那个高度应该是有5米了，那个速度也很慢。如果真的是过不了的话，就要放后面轮子的风，给它低一点。然后过了那个桥之后，又要打回上去。国民的车子顺利地穿过桥下，辅警护送一般都是在晚上7点开始，直到11点，这是避免在车辆多的时段影响交通。63岁的拖车司机林国民有大概40年的驾驶经验。他年轻的时候就喜爱上重型车辆。当初我在兵营的时候啊，我已经是在那些坦克车，所以我就想，我出来之后我就向这一行业走了。我一路来就对驾重型车辆，尤其是大辆的有兴趣。工作时间是很长，一般工作的流程是早上斗场拿斗啊，就要早2个小时起来了。因为车头跟斗不一样地方的，所以这个时间会很浪费。通常5点就起来，拿斗之前要 check 啦，那个斗有没有撞坏，我要检查得很好。放工之后你要看哦，如果你是斗场是在多。你要人在讲义的话，你又再跑回去放斗，然后你才回家，所以那段时间有时是9点多10点。
这个斗场放了不同大小的车斗，用来载不同的货品，重量可以高达80吨。有的是建筑材料，有的是机器，有的是木板，不一定啊。这些就是我们通常用来绑的啦，有皮带啊，有铁链啊，要看载些什么或绑些什么啦。如果是特别危险，我们通常是会绑铁链的。国民驾驶的拖车一般上宽2.4米，高1.6米，而长度要看车斗的大小，通常介于12米到15米之间。根据陆路交通管理局2022年的统计，新加坡一共有约45000辆重型车子，是总车辆的4.6%。路上的时间通常是1个小时出，一定到工地，要看你用什么斗啦。像你用高斗啊，快速公路可以走的话，你就时间就短了。如果快速公路不可以走，你就浪费时间了，绕小路就要多2个小时了。一般上，我觉得公路使用者，他们认为我们这些驾大型车的人都是很鲁莽。其实我们不是鲁莽，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吃过另外一条线，因为我们车身长嘛，你车头过，尾巴未必过。尤其是我们在拉地斗的时候，我们车一出过去的时候，希望后面的车不要从我们左手边插进来，尤其是摩托单车。因为我们地斗宽嘛，然后我们车头一熬过去就看不到后面，所以他们从那边过去，往往会发生意外，就是在那个时候。最麻烦、最难的工作是不知道在哪里，我们也没有去过，所以你就要从头找到尾。你车又大，又不可以有灯，等你找到它是在对面路。我们最怕就是这种事情，我们也是很怕说去到那边是洋房的住宅区啊，他们的路是全部小小的，你一进去它两边都是停车的，你找没有人来跟你移车，然后你要弯回出来，你没有办法弯回出来，然后你要从里面退出来，后面没有人跟你看，你敢退吗？你也不敢退，所以啊，通常是希望是有一些好的司机啦，他们会帮我们改回出来。林国民偶尔也会帮忙同事再送流动式起重机的配重。53岁的曾天明是一名流动式起重车司机，有30年的驾驶经验。流动式起重机身长16米，宽3米，高4米，吊挂重量高达250吨。走在公路上，真的就像巨无霸中的王中之王。我们早上来，司机就要走一圈去看我们的车子有什么状况。一般上出发前，我们就会看后啊，它有没有secure好。等我们出发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不会跑出来。然后 check 胎压，看它 pressure 够不够。我们用眼睛去看胎压的气压，如果太扁的话，它可能是风不够的，花纹有没有磨损。另一方面，流动式起重机的驾驶盘是在左边。出行时需要助理跟随，帮忙查看盲点。时速限制在每小时40公里。
一般上流动吊车工作时间会比较长，是因为我们要在8点到工地，所以一般上如果我们接到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会比较早。我们这个车不能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所以我们就要走小路。做完工了之后，我们再从工地再驾回来也是要3个小时。无形中，如果是做8个小时的工的话，回来变成10多个小时了，所以一般上会很累，很累。驾吊车就需要在路上跑，难度就是车会比较大型，一般上我们公路会比较窄，吃到别人的车道。如果是弯路的话，毕竟车身是死的，没有办法跟着路行走，所以有一定的难度。我们做工的时候都是在繁忙时间，一出信号灯，它就会加速不让你过。有些人不明白这个吊车会走得比较慢，他认为我们好像故意走慢这样子。有些司机他不明白，他会跟我们比一些不雅的手势啊，这是很无奈的。不过也有好的司机，他们明白，所以他会让路给我们，我们很感恩。脚踏车普通时间还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周末的时候他们会成群的骑脚踏车。对我们来讲，要超越一群的脚踏车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我们如果响喇叭的话，他们会不高兴。我希望驾车人士可以保持对重型车辆的距离，请你们体谅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车速慢，没有办法在青灯的时候过红绿灯，或者我们会紧急的停下来。这个车呢起步比较慢，我们刚走，它就转红了，被那个摄像机拍到，而且一次扣就要扣12分，对我们是很大的压力。通常我们来到工地，我们会先问他们需要吊什么东西，然后看它多重，连停的位置。首先我们就要看它地上平不平，平的话铁板放下来，然后就把脚撑上来，把那个轮胎拉上来，给它有稳固性。其实我不只是一个驾驶员，我也是一个操作员。我现在就上去我的操作室。流动式起重机必须先安装配重，加强稳定度后，才能开始吊载货物。起重机的吊臂能够旋转360度。高度可以伸展到113米。曾天明对重型车辆情有独钟，也是因为小时候受到父亲的影响。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小时候父亲在一家日本公司做工，他也是开 Prime Mover。以前父亲做工的时候会带着我到他公司去。所以那时候我对这个吊车也是很感兴趣，看它可以吊很重的东西，而且每个人都对它很有礼貌，就是高高在上的感觉。我是觉得这份工会是我以后长大想要做的。当了起重机司机之后，曾天明才了解到工作时间冗长，陪伴家人的时间相对少。对家人难免感到愧疚。讲到工作时间长，家人对我肯定是有怨言的嘛。我真的对我老婆
真的很感到抱歉，因为3个孩子生的时候我都在做工，不能陪他去生产，这也是一个遗憾呐。久而久之，孩子、老婆也理解，我们的辛苦付出，他们都看得到。其实进了这一行，我认为比其他行业有稳定的收入。我就是做工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对我来讲也是我持续下去当吊车司机的动力。这个行业缺乏了认可，我觉得能推广这个行业给更多的公众认识。这个行业现在大多数都是比较老一辈的人了，可是呢，我们也很希望有年轻人可以来加入我们了。我觉得这个行业其实也是蛮好玩的，很有满足感，很光荣。有了，有感想，是有感觉到好像一直看新加坡在变呢。我看了哇，原来是这么美的，好像降野或滨海湾这些。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啦，那个 F1 跑道那边新年做公益游行啊，那些集装箱也是我再去那边给它贴的它放得很美，做得很美，我也是很有满足感。Hi, I'm Farhana. I drive 3 vehicles. One of it is a 150cc motorbike. The big one is the 400cc motorbike, and the third one is 80-meter long trailer with 12 wheels. 31岁的法哈纳是新加坡港务集团一名资深集装箱卡车司机，有8年的卡车驾驶经验。I love to drive and ride, so partly my job is about driving. 身高1.61米的法哈纳驾的就是这辆2.5米宽、18.3米长的卡车。在开工之前，法哈纳都会为车子做一轮检查。Okay, this is the lock to secure the container. So they will be locked and unlocked. Okay, so I will check through it to see any damage on it. I will check the tire. So I check the nut. This is the landing gear for the chassis. Usually we will just check like that. Usually we check the headlight, make sure it's working. So there's a safety camera inside the cabin and outside the vehicle. This is the anti-drowsy device. So whenever we are sleepy, we close our eyes for like a few seconds, it will trigger. There will be alarm. 新加坡是世界最大的集装箱中转枢纽。我国港口去年集装箱吞吐量为3700万个标准箱。巴西班让集装箱码头占地550公顷，目前是新加坡最大的集装箱码头。港务集团一共聘请了约2500名卡车司机，只有约2%的司机是女性。I will be working like roughly around 4 days. Then there will be 2 days off. So I will be working from 7:30 to 7:30, and 12-hour works lah. It's just a bit tiring lah because it's driving for the 12 hours lah. Driving a big vehicle, sometimes the cars will not give way lah to the big vehicle because they will like just zoom in. Then I will just let them go first lah, for my safety also lah.
The thing is like narrow lanes that I have to enter in, so sometimes it's quite difficult lah. During heavy rain, sometimes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see, so can be quite dangerous also lah. During the locking and unlocking of the containers, so I have to get down to the ground by using a raincoat just to cover us from the rain lah. My mother quite worried lah, like working of this environ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I will convince her by following the safety, the SOP, as long that I know how to take care of myself at work, by making sure that I get home safely. Yeah, make her feel better lah after that. Yes, for now, so far I'm okay lah, quite safe lah. 法哈娜的工作属于轮班制，每周休假的时间不固定，功于她享受独自一人驰骋摩托车所带来的快感。On my off day, usually I will go for a ride and just chill at MBS lah. So to distress myself. Usually I will come with my friends. So like if they are not available on my rest day, my friend will be like working. Same goes to my family members. So I will come alone because I love to see the scenery. So I just chill to relax myself. 对法哈娜来说，虽然驾卡车不容易，但她对这份工作充满热忱。Yeah, I'm an introvert person. I enjoy driving because I enjoy my alone time. Yeah, driving around. I love to see different scenery. I do encourage females to join in as a prime movers lah, because doesn't mean a female can do things. They thought that female drivers is a bad driver lah, so but actually it's not. You can drive very well lah.